欢迎来到健康之道，我是蔡志玲。最近我跟一位老朋友好好聊了一次天，这位朋友可不简单，他在台湾光谷银行做理财专员，一做就是超过12年，每天经手那么多客户的存钱、取钱、转账业务。他跟我感慨现在很多人，特别是我们长辈，真的不是钱不干净，而是根本不知道规矩变了。结果呢，明明是自己辛苦攒下的钱，一动用，国税局的电话就来了，又是解释又是跑断腿，严重的还要交罚款，实在太冤枉了。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必须要赶紧跟大家说，尤其是家里有在跟这几家银行打交道的，一定要认真听。从今年12月开始，台湾4家最重要的银行，台湾银行、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正式执行一个超级重要的新规定。如果你还觉得我账户里的钱，我想怎么取就怎么取，想怎么转就怎么转，那真的要出大问题了。赶紧先帮志玲点个赞，订阅一下健康之道频道。我们马上进入正题，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钱包安全。这个新规的核心就是银行和国税局之间的那堵墙彻底拆掉了。银行启用了一套金融数据即时共用系统。简单讲，你在银行办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在柜台还是用手机网银，只要涉及大额的现金拿进拿出，或者是不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这个系统都会像一双眼睛一样盯着看这笔钱流动的正不正常。一旦他觉得这不太对劲，可能你人还没回到家，国税局的咨询电话就已经打到你的手机上了。更麻烦的是，如果你的账户交易被标记为高风险，账户可能会被临时冻结，到时候你要解冻就得带着一堆材料跑银行、跑税务局，来回折腾好几趟，心力交瘁。我绝对不是在这里吓唬大家。去年我就认识一位陈阿姨，她辛辛苦苦卖水果，攒了40万现金，想着存到银行里安全。结果呢，就因为存现金的时候没说明这钱是哪里来的，系统一看，这个人平常账户流水不大，突然一笔大额现金存入，立刻判定异常，银行按照规定必须上报。陈阿姨为了证明这钱是自己的血汗钱，不得不翻出过去半年所有的进货单子、卖货的小本本，还去求水果批发市场里认识的几个老摊主帮忙写证明，前后折腾了1个多礼拜，才把这笔钱的清白给证明清楚。你说累不累？还有一位张先生，为了给儿子买房凑手付款，他心里有点担心，就自作聪明，分3天跑到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行，今天取20万，明天取20万，后天再取20万，以为这样分批取，每次金额不大就没事了。结果系统更聪明，他把他在同一家银行的所有交易一合并，发现短时间内密集取现60万，马上认定为刻意拆单，规避监管。不仅要求他提交详细的资金用途说明，还差点因为他这个行为影响了他儿子后面申请房贷的审批进度，真是得不偿失。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生气，觉得这规矩是不是专门来找我们老百姓麻烦的？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个新规出台真的不是为了刁难我们这些守法过日子的人，它有2个很重要的目的。一是跟上全球打击洗钱犯罪的大趋势，那些不法分子最喜欢用的手法就是把黑钱拆成很多笔小额现金，或者搞复杂的转账来洗白。新规就是为了让这些脏钱无处可藏。二是为了维护税收公平，过去有些人通过隐瞒大额收入，或者把房产、股票送给家人却不申报，来逃避该缴的税。现在数据一打通，这个漏洞就被堵上了。所以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面对这个新系统，关键不是去对抗它，而是要学会怎么和它沟通，怎么让这个系统能一眼就看懂我们每一笔交易都是清白的、合理的。今天志玲就会用几个活生生的例子，把这个新规掰开揉碎讲清楚，并且教大家2条实实在在的保命法则，最后再总结出5件你必须记在心里的重要事项。只要你花10分钟认真看完，保证能帮你未来省掉无数的麻烦和困扰。首先，我们得弄明白这个聪明的系统到底在怀疑什么。其实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看你的交易行为和你平常的习惯模式是不是一样。举个例子，一个每个月工资固定入账5万块，平常消费就是买菜、吃饭几千块的上班族，突然有一天，他的账户里一口气存进了30万现金，
系统就会立刻打出一个问号，这笔钱从哪里来的？再比如，一个账户平时只用来交水电、煤气费，非常安静，突然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有10几20万转给一些从来没交易过的陌生账户，系统就会立刻拉响警报，这个人是不是在紧急转移资金？大家要理解，这种怀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而是针对所有不符合常理的资金动作。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秘诀就藏在2个非常简单，但却无比重要的动作里，那就是写用途和留凭证。我们先说写用途，这可是保护你自己的第一道防火墙。不管是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还是在 ATM 机取钱，用手机银行 APP 转账，只要那个界面里有备注、用途或者附言，这些可以填字的地方，你一定要不嫌麻烦的把它填清楚、填具体。这几个字就像是给你这笔钱贴上了一张身份证，系统一扫就知道了它的来龙去脉。比如，你要给在外地上学的女儿转2万块生活费，你在备注里写上给女儿汇11月生活费，系统识别到这是家庭日常开支，直接就放行了。又比如，你要取15万现金给装修师傅结工钱，在取款凭条上写明支付某某小区房屋装修尾款，系统看到这个明确的用途，就不会把它当成来路不明的可疑现金流动。我有个客户林伯伯就做得特别棒，上个月他老伴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他去银行取了20万，在用途栏工工整整地写了支付妻子某某医院住院医疗费用。后来银行在做后台例行核查的时候，一眼就看到这个清晰的说明，直接判定为合理紧急支出，连一个询问电话都没有打给林伯伯，事情就过去了。你看，就是多写几个字，省了多少后续的麻烦。再说说留凭证，这个是为了万一被问到，你能拿得出证据的救命稻草。如果说写用途是提前跟系统打个招呼，那留凭证就是为任何可能到来的询问准备实实在在的证据。这个凭证的范围很广，购物的大额发票、装修签订的合同、医院的缴费单据、银行转账成功的截图，甚至你和对方商量这件事的聊天记录、手写的收款收据都可以作为凭证。现在手机拍照这么方便，我强烈建议大家在手机里专门建一个叫财务凭证的相册文件夹，每次办完重要的金融业务，花10秒钟时间把相关的单据、合同拍个照存进去，然后按照年月加用途的方式命名好。比如2025年12月儿子学费转账截图，2025年11月老家卖房合同关键页，养成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急。去年我的另一位客户王先生，他开了个小餐馆，为了备货，分2次从银行取了35万现金去采购食材，结果这笔交易被系统注意到了，银行发来通知要求说明用途。王先生一点也不慌，立刻打开手机里那个财务凭证相册，把供货商开的收款收据照片、当时列的采购清单截图一股脑儿发给了银行。结果不到1个小时，银行就回复说资料已收到，审核通过，账户一切正常。他后来跟我讲，蔡先生啊，以前总觉得留这些纸啊、图啊占地方，没想到关键时候，一张照片比我跟人家解释10句话还管用。光讲理论，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模糊。下面我就用3个我们生活中最容易遇到的实际情况，给大家当一回拆弹专家，看看哪里是坑，以及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志玲讲的在理，对你和家人有帮助，请务必点击订阅键，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更多用心制作的实用内容了。先说第一个案例，关于帮儿子买房凑首付的赵阿姨。赵阿姨的儿子看中了房子，需要50万的首付款。赵阿姨听人说一次性取超过50万现金会被银行特别注意，她就觉得自己想了个好办法。她在星期一跑到台湾银行的 A 分行取了24万，星期二换到台湾银行的 B 分行取了23万，星期三又换到台湾银行的 C 分行取了22万，3天下来总共取了69万。他心里盘算着，每次取的钱都没超过25万，肯定安全。谁知道钱取完的第2天，国税局的电话就直接找上门了，要求他在规定时间内说明为什么短期内在同一家银行如此频繁地提取大额现金。赵阿姨犯的这个错误，在金融监管里有个专门的名词，叫结构性拆分交易。系统可不是只盯着一个分行，
他会把你名下在同一家银行所有分行的交易，在短时间内进行合并计算。他在台湾银行体系内3天取了69万，远远超过了50万的系统通报门槛，被标记调查是100%的事情。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其实一点也不复杂。第一，不如一次性办理，并写清用途。赵阿姨其实可以直接到柜台，一次取出69万，然后在取款申请上清清楚楚地写上用于支付儿子购房首付款。系统看到这个明确的、合理的用途说明，反而会将其归类为正常的家庭大额支出。第二，能转账就尽量不取现金。如果收款方，比如开发商或者卖家，有公司账户，赵阿姨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账户直接转账到对方指定账户，备注里同样写上某某楼盘购房首付款，这样资金流向清晰可查，完全在电子系统里留下记录，比拿着几十万现金跑来跑去安全得多。第三，一定要保留好相关凭证，把儿子的购房意向书、首付款支付通知函，甚至和房产中介的沟通记录都拍照保存好，万一后续有任何核查，这些凭证就是最直接的证据，能让你快速过关。再看的2个案例，关于卖掉老房子的张先生。张先生在乡下有套祖宅，今年8月份的时候以420万的价格卖掉了，买家很爽快，直接给了他一张银行的本票。张先生老一辈的观念，觉得支票啊、本票啊不如现金实在，又怕麻烦，就把这张420万的本票随手塞在了家里的衣柜抽屉里，没有去银行入账，一直拖到10月份，他想给儿子买一辆新车，才把这张已经放了2个月的本票拿到银行去存款。结果麻烦大了，银行系统一收到这笔大额票据存款，立刻弹出高风险警示，一个账户突然存入一笔巨额资金，而之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交易记录或铺垫，系统完全无法追踪这笔钱的来源。银行按照风控规定，暂时冻结了这笔款项，要求张先生必须提供完整的资金来源证明。张先生的问题出在制造了一个资金中断点，对于监管系统来说，这笔钱像是凭空冒出来的，没有前世今生，他当然要高度警惕。虽然张先生卖房是合法收入，但隔了2个月才来处理，很多当时的交易细节、中间人信息都可能记不清了，要重新收集证明，格外费力。正确的流程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任何大额收入必须及时存入银行体系，无论是现金、支票还是本票，拿到手之后，最好在3天内就去银行办理入账手续，千万不要长期放在家里，钱在银行系统里流动，每一步都有记录，这才是最安全的。第二，存款时主动向银行说明情况，在办理这笔420万的存款时，就应该主动告知柜员：小姐你好，这笔钱是我8月份卖掉某某处房产的款项，这是买卖合同和相关的税单，让银行工作人员把这些证明文件扫描进系统，关联到这笔存款上，就等于给这笔巨款做了一个合法的身份登记。第三，存入后不要立刻进行2次大额转移，钱刚存进去，不要第2天就全部转给儿子买车，最好让这笔钱在账户里停留1到2周，让系统有时间去识别和消化这笔资金的合法属性，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正常规划使用。最后说第3个案例，关于支持女儿创业的刘先生。刘先生的女儿非常有想法，要开一个设计工作室。刘先生作为父亲全力支持，今年3月份，他直接给女儿的账户转了200万作为启动资金。到了9月份，他觉得女儿还需要一个办公场地，又把自己名下市值大约180万的一个小商铺直接过户到了女儿名下。在刘先生心里，父亲给女儿钱和房子，那是天经地义的家事，根本没想到要和税务局有什么关系。结果到了10月份进行年度税务申报时，国税局的通知来了：刘先生，您今年赠与给女儿的现金200万，加上房产180万，总赠与财产价值380万元，已经超过了每年每人244万的赠与税免税额，请您补缴超额部分的税款以及相应的滞纳金和罚款。刘先生这个案例的误区在于把人情上的赠与和法律上的赠与搞混了。从亲情角度，父母资助子女无可厚非，但从税法角度，这明确属于赠与行为，而且赠与的标的物不仅包括现金，更包括房产、股票、车辆、
珠宝等所有有市场价值的资产，这些统统要合并计算总价值。一旦超过免税额度，就必须申报纳税。那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第一，在赠与之前，先做好税务计算。每年计划给子女或家人大额资助前，先算一算自己本年度已经给过多少了，确保累计金额不要超过244万的免税额红线。第二，如果确实要超，务必主动申报。如果像刘先生这样，资助金额肯定会超过免税额，那么必须在赠与行为发生后的30天内，主动去国税局办理赠与税申报。只要主动申报，只需要缴纳超出部分对应的税款即可，不会有罚款。怕就怕自己不知道，等税务局查上来，那就要补税加罚款，损失就大了。第三，巧妙利用家庭成员的免税额度。赠与税免税额是每人每年244万，刘先生自己有244万额度，他的太太同样也有244万额度。如果当初规划一下，由刘先生赠与244万，刘太太赠与136万，总额同样是380万，但因为分别使用了夫妻两人的额度，就完全落在免税范围内，1分钱税款都不用缴。你看，懂规则和不懂规则，结果天差地别。通过上面这3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惹上麻烦，并不是因为我们心术不正，想做坏事，纯粹就是因为一些旧习惯、老观念，或者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些规定。接下来，志玲帮大家把最核心的风险浓缩成2条绝对不能碰的高压线，你只要记住这2个数字，就能避开80%的麻烦。第一条高压线，50万元，这是现金交易的自动警报线。请注意，这个50万指的是你在同一天之内，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现金存取款业务加起来的总金额，只要累计超过50万，系统就会自动将这笔交易信息通报给法务部调查局、洗钱防治中心和国税局。这里有3个细节，你必须死记。第一，它是累计计算的，不是看单笔。比如，你早上在柜台取了30万，下午又用 ATM 取了25万，加起来55万，一样触发。第二，它认的是同一家银行，不管你去的是它的哪个分行，你在台湾银行的南京东路分行取20万，又跑到台湾银行的忠孝东路分行取35万，系统会把你在这家银行的所有交易合并，合计55万，照样通报。第三，这个规定只针对现金，你用网银转账、用信用卡刷卡消费、用电子支付，不进入这个50万的现金监控范围。当然，大额转账银行也有别的风控模型，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你确实有正当理由需要用到大量现金，比如家里要办喜事，要给工人结算工资，建议你这样操作，尽量分不同的银行办理，比如在台湾银行取30万，剩下的20万去合作金库取，避免资金在同一家银行堆积超过50万，或者分不同的日期办理，今天取25万，明天再取25万，不要全部挤在同一天。最高效安全的方法还是优先使用转账，能转账解决的就不要提现金，转账时把用途写明白，资金链条清晰，反而比提着一大袋现金更让系统放心。第二条高压线244万元，这是赠与行为的年度免税线。这条线的意思是，每个人在每一个自然年度内赠送给其他人的财产总价值，在244万元新台币以内是免征赠与税的。一旦超过这个数额，超过的部分就必须申报并缴纳赠与税，如果不申报被查到，就会有罚款。这里也要注意3个要点。第一，赠与的范围非常广，不光是现金，你送房子、送股票、送车子、送贵重珠宝首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折算成市价，合并计算进赠与总额里。第二，这个免税额是按人计算的，爸爸有自己244万的额度，妈妈也有自己独立的244万额度，夫妻俩的额度不能混用，但可以分开赠与给同一个人。第三，申报有严格的期限，超过免税额的部分，必须在赠与行为发生后30天内去申报，逾期的话，每天都会加收滞纳金，数额大的还会有额外的罚款。举个例子，你想支持儿子300万创业，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给，超出了56万，这56万就要缴税。但如果你和配偶一起给，规划一下，由你赠与244万，
你的配偶赠与56万，总额还是300万，但因为分别用足了你们2人的免税额度，就完全合法免税，省下一笔可观的税款。所以啊，很多事稍微规划一下，结果就完全不同。最后，我把今天所有最重要的内容给大家浓缩成5件，你必须牢记在心，并且最好告诉全家人的事情，建议大家收藏起来，或者拿笔记一下。第一件事，需要大额现金时，切记要错开银行和日期，绝对不要在同一天跑同一家银行取出超过50万的现金。如果金额大，分几天取，或者今天去这家银行取一部分，明天去另一家银行取剩下的部分。但更好的方法是，如果对方能接收转账，就优先选择转账，并且在备注里写清楚支付某某工程款、某某货款等，这比处理现金要安全省心得多。第二件事，任何一笔转账或取款，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写明用途，不管是给在外地的孩子转生活费，还是取钱给家人交住院费，那个备注栏、附言栏不是摆设，是你保护自己的工具。简单写上母亲12月赡养费，支付父亲心脏支架手术费，这短短几个字，能帮你挡掉未来可能90%的询问和核查，让你的资金流动一目了然。第三件事，所有的财务凭证一定要拍照存档，并且至少保留1年以上。买东西的大额发票、装修签订的合同、医院的缴费收据、银行转账成功的页面截图，通通用手机拍下来，在手机里建一个专门的相册文件夹，按照年月加事件的方式命名好，比如2025年12月购买家电发票，2025年11月房屋修缮合同。万一哪天银行或国税局来问，你不需要慌张的到处翻箱倒柜，直接打开手机相册，把对应的照片发过去，这就是最有力、最快速的解释，能帮你瞬间解决问题。第四件事，给家人钱或者资产的时候，心里一定要先算好赠与税的免税额。每年打算给子女一笔钱，或者想过户一套房子给他们之前，先冷静算一算，今年你已经给过他们多少了？所有给的现金、实物折算加起来，有没有超过244万这条线？如果肯定会超过，不要抱侥幸心理，一定要在30天内去完成税务申报，该缴的税就缴，这是履行公民义务，也能避免日后更大的罚款。亲情是亲情，法律是法律，两者都要兼顾。第5件事，遇到复杂的财务业务，千万不要自己瞎琢磨，提前咨询专业人士。比如你要卖房子，款项怎么收最安全？你要把一大笔家族资产过户给下一代，怎么规划税最少？这时候别省那一点咨询费，主动去找你的银行理财经理，或者花钱请教一下专业的会计师、税务师，他们能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帮你设计出最合法、最安全也最省税的方案。你花的小钱很可能帮你避免未来巨大的损失和风险。很多长辈，包括我自己的父母，有时候会跟我抱怨，志玲啊，现在用自己的钱，怎么感觉像做贼一样，这么麻烦？我都会耐心跟他们解释，爸妈，这不是麻烦，是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们生活的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透明，金融体系越来越智能，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觉得被监视、被针对，而是学会用更透明、更有迹可循的方式去管理和使用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财富。这本质上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我保护。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堂堂正正，配合规则，写清楚用途，留好凭证，就是为了让那个强大的系统能一眼看懂我们的清白，避免产生任何不必要的误会，让我们能更安心、更顺畅地安排自己的生活。12月份，这个新规已经正式开始运行了，希望大家能把今天志玲讲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分享给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岳父岳母、你家里的每一位长辈，告诉他们别害怕，只要记住写用途、留凭证、算额度这9个字的口诀，就能安安心心的用好自己的每一分钱，不用担心被罚款，也不用害怕被突然核查。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和你的家人真的有帮助，请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把它转发到你的家庭群、朋友群，让更多我们关心的人也能了解到这些能保护他们的实用知识。这里是健康之道，我是蔡志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理好财，享健康，过上安心踏实的好日子。我们下期再见。